从前有个孩子，名字叫做马良，父母亲早就死了，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。他从小喜欢画画，可是他连一支笔也没有。一天，他走过一个学馆门口，看见学馆里的画师拿着一支笔正在画画。他不自觉地走了进去，对画师说：我很想学画，借给我一支笔可以吗？画师瞪了他一眼，呸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，骂道：穷孩子想拿笔，还想学画，做梦！说完，画师就将马良撵出门去。马良是个有志气的孩子，他想，为什么穷孩子不能拿笔，连画也不能学呢？我就是要学画画。从此，马良下决心学画，每天用心苦练。他到山上打柴时，捡一根枯树枝，在沙地里学着描飞鸟；他到河边割草时，用草根蘸蘸河水，在岸石上学着描鱿鱼。晚上他回到家里，拿一块木炭，在窑洞的壁上又把白天描过的东西一件一件再画一遍。他没有笔，但还是坚持学画画。一年一年的过去了，马良学画没有一天间断过。他窑洞的四壁密密麻麻全是画，当然他进步也很快，画的鸟就差不会叫了，画的鱼就差不会游了。有一回，他在村口画了只小母鸡，村口的上空就成天有老鹰打转。还有一回，他在山后画了只黑毛狼，吓得牛羊不敢在山后吃草。但是马良还是没有一支笔，他多么想自己能有一支笔啊！一天晚上，马良躺在窑洞里，因为他整天干活学画，已经很疲倦，一躺下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窑洞里亮起五彩的光芒，来了个白胡须老人，把一支笔送给马良，说：这是一支神笔，要好好用它。马良接过来一看，那笔金光灿灿的，拿在手上沉甸甸的，他乐得蹦下床来。谢谢你，老爷爷。马良的话没有说完，白胡须老人已经不见了。马良一惊就醒过来，揉揉眼睛，原来是个梦呢。可又不是梦啊，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在自己的手里吗？他十分高兴，就奔出窑洞，挨家挨户去敲门，把伙伴们都叫醒，告诉他们我有画笔了。这时才半夜呢。他用笔画了一只鸟，鸟扑扑翅膀飞到天上去，对他叽叽喳喳地唱起歌来。他用笔画了一条鱼，鱼弯弯尾巴游进水里去，对他摇摇摆摆地跳起舞来。他欢喜极了，说：这神笔多好呀！马良有了这支神笔，天天替村里的穷苦人画画。谁家没有篱笆，他就给他画篱笆；谁家没有耕牛，他就给他画耕牛；谁家没有水车，他就给他画水车；谁家没有石磨，他就给他画石磨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消息很快传进了邻近庄园里一个恶财主的耳朵里。这财主向来贪婪霸道，就派2个家丁来把他抓去，逼他画画。马良年纪虽小，却生来是个硬性子。他看透这财主的坏心肠，任凭财主怎样哄他吓他，要他画金元宝，他就是不肯画。财主将马良关在马厩里，也不给他饭吃，非要他画金元宝不可。夜晚雪纷纷扬扬地落着，地上已经积起了厚厚一层。财主想，马良这一下一定受不了。他走到马厩去看看，只见里面透出红红的亮光，远远闻到一股香喷喷的味道。他觉得奇怪，悄悄走近，
往里一看，马良竟然烧起了一堆木柴，一面烤火，一面吃着热烘烘的饼子呢。财主知道这柴火和饼子是马良用神笔画的，就气呼呼地去叫家丁来，要他们夺过马良手上那支神笔。好几个凶猛的家丁冲进马厩，却不见马良，只见后面墙壁上靠着一架梯子。马良趁着天黑，攀上这梯子翻墙走了。财主急忙叫家丁攀上梯子去追，家丁们没爬上3步就摔下来了。原来这梯子是马良用神笔画的。马良出了恶财主的庄园，他知道村子里是不能住了，他向自己的村落挥了挥手，默默地说了一句：伙伴们，我会回来的。马良用神笔画了一匹大骏马，跳上马背，向大路上奔去。没有走出多少路，只听见后面一阵喧哗，回头一看，火把照得通明。财主骑着匹快马，手执一把明晃晃的钢刀，带着一群家丁追上来了。眼看就要追上了，马良不慌不忙，用神笔画了一张弓，一支箭，箭一上弦，嗖的一声，射中财主的马。马一颤动，财主翻身跌下马去了。马良拍拍大骏马，大骏马像飞一样的向前驰去了。